当年我在中国的时候，确实有过一次学习英语的机会，但是到底是学英语呢，还是写小说啊，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后来我决定写小说，不学英语。今天我觉得当年那个决定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是也许半个月以后回到中国，又会感觉到是一个聪明的决定，是吧？当然，最好就是说，既能写小说，又学会了英语，这是最完美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一辈子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这是第6次来美国，每次来到美国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懂外语，不懂英语，真痛苦，是吧？每次在美国的街头上，一个人走了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我回到中国去，什么都不干了。一定要学英语300句，但是回到北京，我想2、3天以后，这个热情就消退了。所以，一个没有志气的人、没有毅力的人是学不会英语的。好在现在我培养了一个接班人，把我女儿送到一个大学里去，专门学英语。所以早晨吃饭的时候，她可以帮我要鸡蛋、要什么面包，没有问题了，是吧？所以我寄希望于科学的发展，再过10年、20年，应该有一种非常方便的机器，带到身上。我要说话了，我对着它说，然后它会同时把我说的话翻译成英语，是吧？别人说英语，我把这个机器打开，到我耳朵里也马上会告诉我英语，是吧？我想这个技术上应该不是一个难点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学不学英语也无所谓了，是吧？因为时间非常紧张，我只能把我这个今天要讲的简单的讲一下，然后留下一段时间跟大家互动，是吧？来以前我也非常的为难，因为哥伦比亚这个房子很高啊，这个讲台也很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高端的论坛。在这样一个高端的论坛上，究竟说一点什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翻来覆去的想，感觉到有很多问题可以讲，但是又一想，没有一个问题是我能讲清楚的。所以最后还是说，我说我最熟悉的东西，小说的问题，这个也许我还比较专业，是吧？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是结构的艺术，但更是塑造人物的艺术。我写了大概长的、短的加起来有100多篇小说。那么在这些小说里边呢，应该是塑造了数百个的人物，每个人物几乎都有原型。但时间有限，我只能介绍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比较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首先要讲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那么这篇小说里面有一个黑孩子，这个黑孩子年龄姓名在小说里都没有交代。小说里只描写他皮肤很黑，眼睛、脑袋很大，耳朵很薄，眼睛很亮。那写这个《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现在我已经60岁，但是小说里这个黑孩子还是那么大，我已经有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头了。由此可见，这个作家实际上是留不住自己的青春的，但是作家可以给自己小说里的人物留住青春，是吧？那么在我们老家，60岁的人已经是很老的人了。一个人过了50岁，就要留起胡子来，是吧？然后就要有一种老人的面貌、老人的尊严，但是现在这个年龄确实是似乎都在延长。在北京60岁的人感觉到还是很年轻。所以我尽管已经60岁了，但我感觉到还没有那么老，对未来呢还是充满了希望。
自己感觉到前途还很光明，是吧？这个小说的这个黑孩子呀，在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个哑巴，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个哑巴。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原来设计的是让他在小说即将结尾的时候说一句话，唯一的一句话。但是越往后写，越感觉到这一句话很难说。最后说，那就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了。实际上他是可以说话的，但他一直没有说。他为什么没有说话？我想，因为他的感觉特别的敏锐，他的耳朵可以听到头发落下地的声音，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他另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超过常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譬如说，在这个寒冬腊月里边，当别人穿着棉衣都冻得发抖的时候，他可以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而且很坦然。他可以用手握住刚刚这个从铁匠炉里烧出来的这个铁器，他的手烫得冒出了黑烟，别人都会被他这个行为吓得目瞪口呆，但是他好像没有任何痛苦一样，是吧？总而言之，这个孩子是超常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为什么我要写这么一个人依据在什么地方？那么有一个评论家说，这个黑孩子身上有作者的影子。我在10几岁的时候，确实是在这个我的故乡的一个水利工地上给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我帮他拉风箱帮着他打铁，是吧？但这个我没有黑孩子这么神奇，我的耳朵没有那么敏锐我的眼睛也看不见那么多神奇的事物。另外，我夏天怕热，冬天怕冷，是吧？打针都怕疼，是吧？所以这个小说里的黑孩子肯定不是我。但是小说里的黑孩子，实际上我想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有原型的话，那么它的原型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那一批生活在中国北方农村的孩子们，是吧？我们忍耐了很多痛苦我们见证了很多别人没有看到过的历史，是吧？我们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忍耐、奋斗，然后都变成了今天的大人。那么现在在中国有4家电视台正在热播着根据我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那么这个当年张艺谋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长度只有90分钟。现在我的家乡山东电视台把这个小说改编成一个长达60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而且还有比较高的收视率。评价嘛是2个极端。有的人认为很好，有的人认为很差。我想这样一种评价是它的收视率很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有的人大家一致的认为这个电视剧很好，也没有多少人要看；如果大家一致的认为这个电视剧很差，也没多少人要看。就是有人说好往天里捧，有人说差往地下踩。那么在这样一种中论的状态下，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我想今后电视台如果想使自己的收视率飙升的话，那么就要雇2拨人，一帮说好，一帮说坏。一个作家如果要想使自己的书畅销的话，也应该雇2拨人，一帮骂，是吧？一帮捧，然后读者就要看看究竟，所以书就卖多了，是吧？所以这个中论看起来是个好的现象，没有中论的事物反而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中论也处处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红高粱》是一部历史剧，那这个
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70年前。昨天我在一下飞机就收到了中国最大的一家刊物《收获》，他们明年要搞一个专题，就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让作家们根据历史真实和自己的小说创作，每人写一篇散文。他们就让我写围绕着《红高粱》这个小说的，以及《红高粱》这个小说的所依据的真实的这个事件，让我写一篇散文。那么现在在我的老家，这个当年发生过战斗的这个小石桥，已经成为一个旅游点。因为张艺谋拍《红高粱》电影的时候，把这个小石桥拍进去了。那么最近这个郑晓龙拍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又把这个小石桥拍进去了。那么这个小石桥也被我的故乡当地的政府当做了爱国主义的一个教育的基地会经常的拉了一帮小孩子去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我的父老乡亲们跟日本侵略者这个战斗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故事如果要讲的话，我今天上午别的也不要说了，是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看看小说吧。总而言之，我想是在1938年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发生了那么一场战斗，而且这个战斗既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的，也不是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是土匪打的，而是一群这个游击队打的。那么这些游击队，今天他可能隶属于国民党的领导，明天他突然摇身一变又归共产党领导，是吧？所以他们的这个阵线，他们的立场也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在打日本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坚决的，是吧？所以我想讨论的这个抗日战争讨论到那8年的这个情况，确实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说。这个小说里边有很多的人物，那么最有名的人物当然就是我奶奶，是吧？我奶奶是不是我真正的奶奶？就是小说里的我奶奶跟我真正的奶奶有多少区别？我说区别很大。小说里的我奶奶，无论是巩俐演的还是这个周迅演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然后就是很风流，很大胆，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高粱地里跟野男人，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是吧？而我真正的奶奶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的标准的封建制度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农村的妇女，是吧？她这个也姓戴，小说里的这个奶奶也姓戴，这是唯一的相似之处。但是小说里这个我奶奶实际上确实还有2个原型。那么一个原型就是我的一个姑，就是我的爷爷的弟弟的女儿，是我的堂姑。那么她在她16、17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我的大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哥哥来做主，把她许配给一个邻村的一个麻风病人。那么这个情节是跟小说里、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当时我这个姑姑也是如花似玉的青春少女，是吧？听说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一个麻风病人，那她自然是不愿意了。而当时麻风病是绝症，是不可能治好的，是吧？农村人一听说谁是麻风，那都是像见了毒蛇猛兽一样唯恐避之不及的。但是我这个大爷爷他是读过了很多孔夫子的书的，他就说，既然已经跟人家订婚了，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撕毁这个婚约。即便你的丈夫得了麻风病，你的未婚夫得了麻风病，这也不是个理由。所以我这个姑姑就非常委屈的坐上花轿，被抬到这个麻风病人家里去结了婚那么后来当然也生了孩子。但是我这个姑这一辈子肯定是非常不幸的，是非常痛苦的。我记得她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病得很厉害她已经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我母亲也经常对着我们感叹说，你这个姑这一辈子活得真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原型就是我的一个堂婶儿，这就是我大爷爷的这个儿子的媳妇了啊。我这个堂叔是在1947年的时候跟着国民党的军队从青岛撤退到台湾去了，那个时候他刚刚结婚。我这堂叔走了以后，那我这个堂婶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当然后来他又生了2个孩子，但是我这个大爷爷和我大奶奶是一直不承认这2个孩子的。但是我这个堂婶呢，就是一直尽她的儿媳妇的这个道义，就每逢过年过节啦，都要回来探望，带着这2个孩子。经过她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边有2个私生子，是一件非常不能被大家容忍的事情。无数的人在背后指点她、骂她、讽刺她，公公婆婆也不给她好脸色看，是吧？但是她依然是保持了尊严。我记得她的腰板永远是挺得笔直的，头发永远梳的是一丝不乱的，衣服永远是降膝的板板正正的，干干净净的。直到现在她90多岁了，依然很健康的活着。所以从我这个堂婶身上，我也确实感觉到了这个中国女性的伟大，忍受苦难、忍受侮辱的这种能力之强，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我想，我这个堂婶或者我这个堂姑，应该是小说里边的我奶奶的人物原型。当然，我爷爷这个人物就跟小说里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我爷爷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农民，是一个木匠，他当初在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当初胆也很大。他说怕什么？当时很多农民都跑警报，一说明天要来鬼子了，今天晚上大家都牵着牛啊，赶着驴啊，抱着老母鸡都跑到高粱地里躲着，不敢出来。但我爷爷刚开始说我不怕，过年我们都要花钱买鞭炮，日本人来了放枪，我们得全当放鞭炮了，是吧？哎呀，结果他没跑。被日本人给堵住了，日本人上来就问八路在哪里，我也说我也不知道八路在哪里，我没见过。那日本兵呢就用刺刀在他的头上来回拖动了，轻轻地拖了2下。他轻轻地拖了2下，就在我爷爷的头上豁开了一个很深的血口子，血流满面。然后从此之后，我爷爷变成了跑警报的最积极的人。一听说日本人要来了第一个跑出村庄去，最后一个回来，是吧？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胆很小的农民。但是小说《红高粱》这个我爷爷就是一个胆大无比的土匪，是吧？当然后来他也成了抗日的英雄，是吧？那么小说里还有一些人物确实都是有原型的。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刚开始是用了人物的真实的名字。我原来就想等小说写完以后，我再给他们换一个名字。但是小说写完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名字是换不了的，因为换了以后就觉得跟小说里所写的一切都对不上号了。那么这样就来了很多的麻烦当小说出版，尤其改成了电影之后，那村子里的人看到自己的出现在艺术作品里面了，就找我父亲去算账说你儿子怎么把我写死了呢？是吧？我这不还活得好好的吗？是吧？后来我父亲就请他们喝酒抽烟，说：“哎呀，说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嘛，天下这个成名成姓的人很多。再一个，我儿子写的这小说嘛，你看他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是吧？那我也不是土匪啊，是吧？大家都可以证明了，是吧？”所以但是我父亲背后还是告诉我，以后写小说，你千万不要用他们的真名字，是吧？你用真名字给我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是吧？所以这一次我们把《红高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们就吸取了这个教训。本来在小说里边，我用了一个曹孟九的名字，这是在民国期间确实在高密当过县长的一个人。那后来我们给他改成了一个叫朱豪三的名字。
就生怕这个曹孟九的后代来找我们，是吧？我父亲或者我的祖先本来是一个为官很清廉的一个人，你怎么把他在电视剧里写的这个样子呢？是吧？但是我们改成了朱豪三，高明人一看都知道说的是曹孟九，是吧？但他这个后代儿孙可能就没法来对号入座了。当然，要是我想在这个小说或者改编成影视的时候，在小说写作的时候，怎么样使用人物的名字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尽量的，你可以把它当作原型，但是不要把它变成真的名字搬进去吧。那么后来我又写了很多的小说啊，我想真正的跟原型人物贴得非常近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个原型的也并不是太多。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丰乳肥臀》啊，那么这个小说也有英文的译本啊，英文的翻译者就是最有名的汉学家葛浩文先生。那么在这部小说里边有一个叫鸟儿寒的人。那么他在1943年的时候，被这个日本人给抓到日本去，送到北海道，放到一个煤矿里边让他挖煤。那么这个人呢，从煤矿里逃出来，然后在日本北海道的深山老林里边，与这个野兽为伴啊，然后冒着这样的非人的痛苦。一直生活了15年，一直到了这个1958年的时候，被日本的猎人发现，然后可以引渡回中国来。那么这是在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叫鸟儿寒。那么这个小说人物的原型就是我们高密县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农民。那么他的真实的名字就叫刘连仁，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个名字。你如果翻开1958年的报纸的话，就会发现有连篇累牍的关于刘连仁这个人物的报道。那么他确实也是像小说里写的一样，在1943年的时候被日本人抓走，然后送到北海道去。那么他也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海道的山里边，一个人非常孤独地生活了10几年，然后被猎户发现，最后回到中国。我1985年的时候还去他家采访过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身体很好，挑着2桶水，健步如飞。就是在日本山里边那10几年的生活，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太大的损伤，是吧？那么关于他也有很多传奇的说法，就是说他在日本山里边怎么样跟野兽打架怎么样跟狼狗熊搏斗，是吧？后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写到了他在这个小说里的人物跟狼怎么样斗智斗勇。后来日本的翻译家就找出了一个问题来，就说无论是从文献的记载还是实地的考察，日本北海道从来没有出现过狼，是吧？说你这2只狼是从哪里来的啊？我说从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真实的人物和这个小说的人物，我想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是高度重合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刘连仁跟鸟儿寒是高度重合的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它也有很大的区别，就像我刚才讲的《红高粱》里边什么透明的红萝卜里边这些人物一样。那么还有一些人物，实际上他是在真实的人物的基础上加上了很多的想象，或者是把自我也融合进去。比如后来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生死疲劳》，是吧？那么这个也有英文的译本，这本书。那么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蓝脸，那为什么叫做蓝脸？因为他脸上有一块记是颜色比较深的一块记，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的叫蓝脸。那么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说他一直抗拒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年纪大的人都知道，从1953年到1958年，在中国大陆有一场人民公社化的运动。
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分给农民的土地，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然后从1953年就开始搞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最后的人民公社，就是把个体的农民集合起来，把农民的私有的土地也集合起来，变成集体的财产。那么让农民都加入了人民公社这个劳动组合，实行一种严密的管理，是吧？那么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一场社会的运动，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而且我了解，我调查，也就是当时加入人民公社的这些农民们，80%甚至比例更高的是心甘情愿的。大家认为就是应该加入这样一种集体的，就是应该消灭私有制度，是吧？那么有一些人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是迫于形势吧，也没有敢公开的对抗。那么只有这样一个蓝脸的人物他死活不加入这个人民公社，他一直单干，一直抗拒到了这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了，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人民公社解体了，当年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现在又把这个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实际上是又恢复了单干。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才认识到，这个蓝脸的坚持是对的，是吧？他以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的社会对抗，那么在当时是被认为是倒退、保守、反动，是吧？但是回头来看，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那么这是小说里这个蓝脸，那么真实的生活当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我邻村的一个农民那么他也姓蓝，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烂肉就是一块腐烂的肉，是吧？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当时上午第2节之后有一个20分钟的空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会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先听到一种刺耳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接着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劳动组合出现在我们眼前。最先前头是一个小脚的一个女人牵着一头瘸腿的毛驴，因为这个毛驴是少了一个蹄子，这个少了蹄子这个地方用一块胶皮把它包起来那么这个毛驴拉了一辆在当时已经很少见的木轮车，这个木轮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叫，有尖叫证明这个木轮车是好的，如果不叫了说明木轮车坏了。那么推着这个木轮车的就是一个老农民，他的脑后还留着一条像这个干豆角一样的小辫子，所以一个这样的农民，这样的车子，这样的驴，这样的女人就组成的这么一个劳动组合，确实是一个封建的标本。那我们也在老师的鼓动下或同情下来骂他们，甚至抓上地下的石块来投掷他们，是吧？但后来我开始写小说了，我这个脑子里面经常会出现他们的形象，我感觉到应该把它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人物写进去。所以一直到了写《生存疲劳》的时候，我才完成了这个多年的夙愿。但是后来我还写过像《檀香刑》这样一个小说，那么在这篇小说里出现了一个刽子手的形象，那么这个刽子手当然是清朝的了，是吧？那么这样一个小说人物形象，在我所读到的小说里，中国小说里边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写了一些这个被押上刑场的英雄人物，是吧？但是很少有人去写这个刽子手。鲁迅的小说里面确实描写过一个叫康大叔的刽子手，但他只是让他作为一个过场人物，没有对他展开描写，尤其没有对他的心理进行描述。但是我觉得这个鲁迅一直在批判这种看客文化，就是过去在中国的封建制度社会里边，要执行杀人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看，是吧？我想有的人来看有的被杀的人呢，也要在这些看客面前表示自己的英雄气质。
会高喊什么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吧？那么有看客，有被杀的人啊，但是我觉得还缺一个刽子手。这个刽子手呢，他是以杀人为职业的人，是吧？那么我们一般人很难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有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人呢？也就是说有原型。就当年我在农村劳动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邻居的人，就是一个在东北地区做过警察的这么一个退休的人。据他自己说，他曾经参加过很多次这种执行任务，就是枪毙人的任务。那么他有时候也是心里边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是吧？但是他后来安慰自己说，这也不是我在杀人，是吧？我在执行任务，我是一个警察，我要枪毙坏人，是吧？那如果我不来的话，别人也会来，所以他心里边感觉到没有太大的障碍，是吧？但是后来听说他当年枪毙的坏人里面有一个不是坏人，而是一个佣兵。那么我就想，这个人如果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有点忏悔啊？会不会有点后悔啊？有点自责呢？但是事实上这个也好像没有啊，他依然还是心安理得啊。他想，如果即便是杀错了，也不是他的错误，而是下达命令的人的错误。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写这么一个刽子手，尽管我写的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大清朝的刽子手啊，但是这个人物因为是有了这么一个当代生活里面的原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人物，实际上他本身就具备了当代性啊。看起来写的是古人，实际上也是写的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写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也希望读者能够从我写的历史人物里边看到当代的生活啊，从写的别人的故事上能够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些创作过程当中的事情啊？主要是想说明这么几点感想。第一个，我觉得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活来写作。尽管你的作品可以写得上天入地，也可以写很多的牛鬼蛇神，就是超现实的一些东西。但就像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啊，一个作家确实是无法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第二点，我想说明，就是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我熟悉中国北方农村的人，北方农村的动物，北方农村的植物。你如果让我写一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写一个南方城市里的生活的人，我肯定是写不好的。我写红高粱这一种我很熟悉的北方植物，我写起来是得心应手，能够写出感觉来。我也相信读者能够读了我的红高粱，可以仿佛自己也能够钻到高粱地里去，是吧？但是后来我也写过一个小说，我想在小说里描写南方的红树林，但是找不到感觉，写来写去就写成高粱地了，是吧？我写这个牛啊，写马啊，写猪啊，写狗啊，我感觉到写得很顺利，我感觉到它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因为我很熟悉他们，我放过牛，我也放过猪，我也养过驴啊，养过马，是吧？那如果你让我写骆驼，或者写什么熊猫，是吧？或者写什么澳大利亚的袋鼠，我估计我就写不好了，因为我只在动物园里见到它们，我不了解它们，是吧？第三点，我就想说明，这个小说的构成因素很多，作家确实是要锤炼语言，要设计小说的结构，要编织故事，要刻画人物。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围绕着人物来写，要紧贴着人物写。这实际上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当年我们中国的大作家沈从文先生教育他的学生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
小说怎么写？贴着人物写，是吧？围绕着人物写。所以我想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事件，我们也会听了很多的故事，我们也很想把这些事件、把这些故事写到小说里去，或者说变成小说。那有时候我们如果太强调故事，就会把这个故事写得让人不相信，是吧？明明这生活当中确实发生的故事，为什么写出来大家认为很虚假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贴着人物写，就没有把写人作为这个小说写作的最重要的任务，而是被故事吸引着往前跑，是吧？那我们写人的时候呢，就是说应该忽略所有的人的阶级的属性，不要考虑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应该把他当人来写。即便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模范，写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他们这些正面的因素之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武松是一个英雄好汉，但是武松打完老虎以后也很后怕，是吧？有一些非常非常坏的人在小说里边，但是他们头脑当中、心灵当中也还是有善的因素的，是吧？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也许踩死了一只蚂蚁，心里边还有忏悔了半天，是吧？总而言之，我想就是写人的时候，确实要照顾到人的方方面面，不要把人理想化，也不要把人妖魔化。那么只有这样，我想小说才有可能克服这种地域性的障碍，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那么只有我小说里边反复写过的很多的动物，除了描写它们的外貌和特征之外实际上我是把它们当作人来写的。也可以说，小说里边重更的这种动物形象，实际上就是人外形是动物，是灵魂还是人，是吧？那么再一点，我想说明，作家要持续不断的写作，就必须克服个人的好恶，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喜欢的人要接触，不喜欢的人也要接触。越是你不喜欢的人，越有可能成为你小说里的人物的原型。譬如说有一个一直在骂我的人，是吧？在我心里面，那我也很不喜欢他。你天天骂我，是吧？我好的事情，我不好的事情你骂，我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我跳到河里救了个小孩，你还骂，是吧？所以我想我对这样的人确实是没有好感。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个人在大街上拉着他孩子的手在散步，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我心目当中的坏人，实际上这个对他女儿，在他女儿面前是很慈祥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所以我想这样一种观察就对我写这个坏人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想他对我的时候是个坏人，对他的亲人的时候，或者对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也许也是个很好的人。那么这就说，任何一个人都是立体的，都是丰富的，这就需要我们去多跟他们打交道，多观察，多思考，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把人写好，才能够真正写出人的这种丰富性。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我也可以说，我也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研究我自己、观察我自己的人。我想，只有理解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别人。当然呢，就是说，也只有理解了自己的各方面的缺点，也才能够更好的宽容你认为是坏人的人身上的弱点。好，谢谢大家。